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极其扎心但又让无数人无可奈何的话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人到了50岁左右，身体好像突然被施了什么神秘的局部膨胀咒。年轻的时候咱们是吃多少都不胖，就算胖也是胖的均匀，胖的可爱。可一过50岁，这身体的脂肪就像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开始罢工，开始搬家，死活不愿意待在四肢上，全都拖家带口地往一个地方跑。肚子，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画面？四肢看着还挺纤细，胳膊腿儿都没怎么变，但只要一低头，好家伙，肚子像揣了个西瓜，连自己的脚尖都看不见了。去买裤子成了中年人最痛苦的刑罚，腰围合适的裤腿能装下2条腿，裤腿合适的扣子死活扣不上，稍微一弯腰，后腰就勒出一道深沟。买衣服只能买那种均码宽松版，或者干脆全线换成松紧腰。拍照的时候永远要找角度，永远要吸气收腹，稍微一放松，那肚子就咣地一下弹出来，比怀孕5个月还明显。很多人面对这种调侃，只能无奈地自嘲一句：岁月不饶人啊，水土不服，服的是年龄。但朋友们，咱们今天不灌鸡汤，也不熬毒药，咱们得弄明白，这肚子到底凭什么在50岁以后如此嚣张？它越来越大，仅仅是因为咱们老了、丑了、穿衣不好看了吗？绝对不是。作为在健康科普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我今天必须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50岁以后肚子越来越大，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发福，它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拉响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你的腹部脂肪增加，意味着你的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一系列极其隐秘却又极其致命的生理变化。如果你现在正摸着肚子，觉得大不了就是胖点，健康就行，那请你务必把这支视频看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帮你避开未来10年里最大的健康暗礁。咱们先来做第一步，打破认知，撕掉基础代谢变慢的遮羞布。一提到中年发胖99的人，包括很多非专业的健康博主，都会把锅甩给一个词：基础代谢。他们总会说，哎呀，年纪大了，基础代谢慢了，喝口凉水都长肉，没办法。听起来特别有道理，特别能安慰人，对吧？仿佛胖了不是我们的错，全是时间的错。但朋友们，科学界早就把这个锅给砸了。2021年，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轰动全球的代谢研究。研究团队分析来自全球近7000名年龄从8天到95岁不等的人体数据，结果得出的结论直接打脸了所有人的常识。人类在20岁到60岁之间，基础代谢率是极其稳定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断崖式下跌。真正的基础代谢下降发生在60岁以后，而且每年只下降不到 0.7。 对不起，如果你还不到60岁，你肚子上的那坨肉真的不能让代谢变慢来背锅。既然代谢没怎么变，那为什么50岁以后脂肪偏偏要跟你的肚子死磕呢？这就得请出咱们今天的硬核科普环节了。咱们来看看顶级科学家们是怎么在显微镜下揪出这个腹部肥胖的幕后黑手的。第一个黑手叫脂肪库容溢出与异位沉积。咱们身体里的脂肪其实分2种，一种叫皮下脂肪，就是你能捏起来的那层肉，它主要分布在四肢臀部。你可以把皮下脂肪看作是身体的正规仓库，它很安全，甚至对内分泌有保护作用。另一种叫内脏脂肪，它藏在腹腔深处，包裹着你的肝脏、肠道胰腺。年轻的时候，咱们的正规仓库皮下脂肪容量很大，吃多了脂肪就乖乖存进仓库里。但是到了50岁左右，随着身体老化，皮下脂肪的干细胞老化了，仓库的扩建能力达到了极限。这时候如果你还在继续摄入多余的热量，脂肪没地方去了怎么办？它们就会发生异位沉积，也就是强行挤进腹腔变成内脏脂肪。自然代谢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脂肪组织的微环境会发生改变，导致脂肪细胞更倾向于在腹部内脏周围堆积。这就好比市郊的正规仓库满了垃圾，只能偷偷倾倒在市中心的核心地带。第二个黑手是激素断崖带来的保护伞消失。50岁对女性来说通常是绝经期前后的阶段，对男性来说也正处于睾酮水平显著下降的男性更年期。雌激素和睾酮不仅仅是生殖激素，它们还是身体脂肪分布的总指挥。雌激素倾向于让脂肪囤积在臀部和大腿，梨形身材，而睾酮则能抑制内脏脂肪的生成。
当50岁以后，这两种激素水平双双跳水，身体失去了脂肪分布指挥棒，脂肪就开始放飞自我，全部向腹部集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女性年轻时是梨形身材，一过50岁突然就变成了苹果型身材。第三个黑手也是最隐蔽的一个，叫皮质醇的常年霸凌。50岁的人往往是家庭的顶梁柱，也是职场的老黄牛，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职场危机，健康焦虑，长期的慢性压力会让你的肾上腺持续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在短期内能帮你应对危机，但如果它长期处于高位，它就会变成一个腹部脂肪的包工头，它会疯狂地向身体下达指令，把能量转化为葡萄糖，并且把多余的脂肪统统给我搬到肚子上去。因为腹部内脏脂肪对皮质醇的受体最敏感，所以你的大肚子不仅是吃出来的，更是愁出来的，累出来的。好，弄明白了脂肪为什么往肚子上跑，咱们接下来要聊点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了。肚子大绝不仅仅是难看，内脏脂肪根本不是安静的储能仓库，它是你身体里最活跃的内分泌黑社会。当你的腹部脂肪越来越多时，你的身体正在发生以下5个极其危险的隐秘变化。变化1，你的身体正在经历门锁生锈，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是身体里负责把血糖送进细胞里的钥匙，而内脏脂肪会分泌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和炎症因子，这些物质就像铁锈一样，把细胞上的锁给堵死了，钥匙插不进去，血糖进不了细胞，只能留在血液里。你的胰腺为了降糖，只能拼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久而久之，胰腺累垮了，2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很多50多岁的人体检发现空腹血糖偏高，或者糖化血红蛋白超标，其实根源就在那个越来越大的肚子上。肚子不减，血糖永远降不下来。变化2，你的血管里正在熬一锅油脂沙拉，血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内脏脂肪非常活泼，它会把大量的甘油三酯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直接释放进血液，同时还会降低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这就好比在你的血管里倒进了一大碗油腻的沙拉酱，这些油脂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50岁以后，心梗、脑梗的发病率直线上升，那个大肚子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超级兵工厂。变化3，你的身体正在小火慢炖，慢性低度炎症，这是近年来抗衰老领域最火的一个词，炎性衰老。内脏脂肪细胞因为体积过大，内部会缺氧坏死，从而招来大量的巨噬细胞、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在清理垃圾时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这种炎症不会让你发烧，也不会让你觉得痛，但它就像身体里的一把暗火，日日夜夜在慢炖你的器官。它会加速细胞老化，损伤 DNA， 甚至为肿瘤的生长提供温床。很多研究发现，腹部肥胖的人群患肠癌、胰腺癌的风险显著高于常人。变化4，你的大脑正在缩水，认知功能下降，你敢信吗？肚子越大，脑子越小。神经病学上的一项涉及近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那腰臀比过高，也就是肚子大的人，其大脑灰质体积明显较小。内脏脂肪引发的全身性炎症和血管内皮损伤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微循环，大脑长期处于微缺氧和炎症环境中，神经元就会加速凋亡。很多50多岁的人觉得记忆力大不如前，反应变慢了，老是忘事，别总以为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先量量自己的腰围吧。变化5，你的肌肉正在悄悄流失，肌少症与瘦胖子的诞生，这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变化。很多50岁的人体重没怎么变，甚至四肢越来越细，但肚子却越来越大，这在医学上叫肌少症性肥胖。内脏脂肪分泌的炎症因子会加速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同时因为肚子大，身体沉重，你越来越不想动，肌肉缺乏刺激，进一步萎缩。肌肉是消耗血糖和热量的大户，肌肉一少，你的代谢引擎就彻底熄火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肌肉越少，肚子越大，肚子越大，肌肉掉得越快。这种瘦胖子体型是老年人跌倒、骨折、失能的最大元凶。听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焦虑了，甚至想立刻放下手机去做100个仰卧起坐。打住，千万别冲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水，也是打破减肥界最大的一个智商税。局部减脂是不存在的。你每天狂做仰卧起坐卷腹，确实能锻炼腹部肌肉，但肌肉上面的那层厚厚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根本不会因为你练了腹肌就消失。
这就好比你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在里面练胸肌，羽绒服是不会变薄的。而且50岁以后，很多人的腰椎、颈椎本来就有退行性病变，盲目做大量的仰卧起坐，极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肚子没减下去，先把自己送进了骨科。那么真正有效且被科学界公认的去油解药到底是什么？咱们来看数据暴击。2024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发表了一项汇总了全球上百项随机对照试验的大型荟萃分析，专门研究中年人如何最有效地减少内脏脂肪。研究给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黄金临界线，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全身抗阻力训练，坚持12周，内脏脂肪面积平均缩小15到20，腰围平均缩小3到5厘米，而且这种下降是线性的，没有平台期。也就是说，只要你动起来，你的内脏脂肪就会持续燃烧。更重要的是，运动不仅能消耗热量，它还能直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扑灭身体里的慢性炎症之祸，甚至能刺激大脑分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让你的大脑重新长出新的神经突触运动，是50岁以后唯一能同时解决大肚子和身体衰老这2个问题的特效药。好，理论讲透了，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该怎么做？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保姆级的50岁加腹部逆转实操指南，不玩虚的，全是可以直接照做的干货。建议你现在就点个收藏或者转发给你的伴侣，每天拿出来对照。第一部分，饮食红黑榜与210法则。50岁以后减肚子，绝对不是让你饿肚子，饿肚子会掉肌肉，会让皮质醇飙升，让你的肚子反弹得更厉害。你要做的是换着吃。我推荐大家使用最简单的211餐盘法则，把你每顿饭的胃想象成一个4宫格的饭盒，2个格子也就是一半的体积，必须装满非淀粉类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这些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它们就像肠道里的扫把，能把多余的胆固醇和糖分扫出体外，还能喂养你肠道里的瘦菌。一个格子装优质蛋白质。50岁以后，蛋白质是你的保命符，去皮鸡腿肉、鱼虾、瘦牛肉、鸡蛋、豆腐，每顿饭至少要有一个手掌大小的蛋白质，它能帮你稳住肌肉，提高食物的热效应。消化蛋白质本身就需要消耗更多热量。最后一个格子装主食，但记住把白米饭、白面条、馒头换成粗粮、燕麦、糙米、红薯、玉米。粗粮的升糖指数低，不会让你的胰岛素像过山车一样飙升，从而阻断脂肪在腹部的合成。黑榜上有什么？第一，游离糖和果糖，特别是果汁、奶茶、糕点。果糖在肝脏中代谢，极易直接转化为内脏脂肪。你以为喝的是健康果汁，其实喝的是肝脏脂肪催化剂。第二，反式脂肪酸，配料表里的代可可脂、植脂末、起酥油，它们是引发身体慢性炎症的罪魁祸首。第三，酒精，特别是啤酒。酒精不仅热量高，还会抑制脂肪的燃烧。啤酒肚不是因为啤酒本身，而是因为喝酒时你吃的那些高热量下酒菜以及酒精对肝脏代谢的干扰。第二部分，运动处方与体感判断。别去跑马拉松，也别去跳高强度间歇训练。50岁的膝盖和心脏受不了，咱们主打一个2区有氧加上日常抗阻。什么是有氧的2区心率？不需要你买昂贵的心率表，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体感判断法。在运动时，你能比较连贯的说话，甚至能和人聊天，但是让你唱歌，你唱不上去，会喘，这就是最完美的燃脂心率区。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都可以。每周凑够150分钟，你可以拆分成每天30分钟，每周5天，或者每天20分钟，天天坚持。抗阻训练怎么做？不需要去健身房举铁，在家里用弹力带或者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做3个动作：深蹲或者半蹲、推墙俯卧撑、弹力带划船。每个动作做10到15次，做3组，每周做2次。这3个动作能覆盖你全身最大的肌肉群，腿部、胸部、背部肌肉量上去了。你躺着的时候，身体都在帮你消耗内脏脂肪。第三部分，睡眠与压力管理，降皮质醇的物理外挂。如果你每天只睡5个小时，或者长期处于焦虑中，你就算吃得再少，练得再狠，肚子也减不下去。因为高皮质醇会死死锁住你的内脏脂肪。怎么降皮质醇？第一，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屏幕的蓝光。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你处于警觉状态。
第二，每天给自己留15分钟的发呆时间，不是刷短视频，而是真正的放空，可以冥想，可以深呼吸，可以去公园散步，看看树，听听鸟叫。这在心理学上叫注意力恢复，能极其有效地切断压力激素的持续分泌。第四部分，贴心避坑指南。市面上针对减肚子的智商税产品太多了，我帮大家排个雷。第一，暴汗服保鲜膜裹肚子，流汗不等于流脂肪，你流掉的只是水分，喝杯水就回来了。而且捂得太严实，容易导致皮肤湿疹，甚至引发中暑和脱水。第二，甩脂机，震动带脂肪是不可能被震碎或者震掉的。如果震动就能减肥，那每天坐公交车、开拖拉机的人早就瘦成闪电了。这种机器不仅没用高频震动，还可能损伤你的内脏和腰椎。第三，排毒茶、常青茶里面全是泻药，你拉出去的是大便和水分，不仅不减脂肪，长期喝还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甚至引发结肠黑变病，让你的肠道彻底失去自主蠕动的能力。第四，束腹带，除了让你在拍照时好看一点，没有任何减脂作用。长期勒着会导致腹压升高，引发胃食管反流，甚至导致盆底肌松弛，脏器下垂。朋友们，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其实千言万语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50岁绝对不是人生的下坡路，更不是你放弃身材和健康的借口。肚子变大，是身体在温柔地提醒你，过去的几十年，你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为了孩子，透支了太多。现在是时候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了。减肚子从来不仅仅是为了穿上小1号的裤子，也不是为了在同学聚会上艳压群芳，它是为了让你在未来20-30年的岁月里，能自己系鞋带，能轻松地抱起孙子，能不用每天吃一把一把的药片，能拥有一个清醒的大脑和一颗强健的心脏。运动和健康饮食不仅是一张医学处方，更是生活的一剂解药。当你换上运动鞋走出家门，感受着微风拂过脸颊，当你拒绝了一顿油腻的应酬，给自己做了一顿色彩斑斓的健康餐，当你看着镜子里腰围一寸一寸的缩小，眼神重新变得清澈，你会发现你减掉的不仅仅是腹部的脂肪，更是生活里那些沉重的疲惫、无奈和妥协。你重新夺回了对身体的掌控权，也就重新夺回了生活的主动权。50岁，一切才刚刚好，你的身体依然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你愿意给它正确的信号。如果你也中了今天视频里提到的那些痛点，如果你也正准备开始改变，请在评论区打一个1，或者写下你今天的行动宣言。比如，我今天决定晚饭后去快走30分钟，或者我今天要把家里的白米饭换成糙米。让我们在评论区互相监督，互相打气。你的一个留言可能就会激励另一个正在犹豫的人。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或者帮你避开了某些减肥的坑，请一定要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最重要的是，把这支视频转发给那个你关心的肚子越来越大的家人或朋友，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真正的爱是科学的干预，是长情的陪伴。有时候你的一次转发就能帮他省下未来几十万的医药费，就能让他多陪你们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动起来朋友们！